讲述财经故事，分享财税知识。各位好，从本期开始，我会陆续出一系列视频，完整的介绍加拿大的退休计划。相信这一系列视频能有效整合你对加拿大退休计划的零散认识。如果你对此话题感兴趣，欢迎订阅关注本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其中的任何信息了。对于第一次来这个频道的朋友，本频道是一个自由分享和交流的空间，我们可以在这里就财富管理的话题畅所欲言。说起退休计划，可能很多人马上想到的是 RSP。RSP 是个人储蓄退休计划，只是退休计划中的一部分。我们通常说的退休收入其实可以归类于三大类。第一是政府资助型，包括 CPP 或者是魁北克的 QPP， 还有 OAS 老年金、GIS 低收入保障。第二种是个人储蓄型，包括 RSP、RIF、Life Income Fund、LIRA， 还有 TFSA 免税账户、非注册账户、IRP 保险退休计划等。第三种是雇主资助型，包括 RPP、DPSP、IPP、RCA、SERP、SDA 等等。雇主资助型是雇主为雇员或者高管设立的。如果你对这些计划的名称比较陌生，那是因为这些计划大部分员工都用不上。今天想和大家说说的是雇主资助型中常见的 RPP， 英文全称是 Registered Pension Plan， 注册退休金计划。我会分3个方面介绍。第一，什么是 RPP 的两种类型。第二， RPP 和 RSP 的关系。第三，离职后 RPP 的处理。那第一，什么是 RPP 呢？ RPP 是在 CRA 注册，是一种以信托的形式存在的退休金。据统计呢，在加拿大有1/3的公司会为员工设立这种 RPP。 这类雇主多为大公司，例如政府机构、银行、学校等，因而 RPP 计划也是员工引以为豪的一项福利政策。具体说来，从雇员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钱供到 RPP 里去，雇主也会相应 match 往里边供钱，直到雇员离开公司。那么一般雇员和雇主的供款比例呢是1:1，我听说的低的是1:0.5，最高的有1:2的。如果你的公司有比这个更好的 plan，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有的朋友刚工作或者跳槽后发现新公司有这个 RPP 退休金计划，就会问需不需要往里边供款参与这个计划呢？我的回答是，不管雇主 match 多少，一定要参与，因为这是你从公司额外获得 free money 的唯一方式。如果你不参与，这个雇主 match 部分，公司是不会以任何其他形式补给你的。RPP 有2种类型，一种叫 Defined Benefit Plan， 另一种叫 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我们简称 DB 和 DC。 如果雇主提供的是 DB 计划，顾名思义，退休金是固定的，即退休金额会根据事先规定的公式进行计算，终身领取。雇主有义务保证雇员到时候如数收到退休金。各个公司的计算方法会有所不同，例如如果一家公司是这样计算的， DB 等于退休前5年的平均年薪乘以 0.02 乘以在公司的服务年数。那么如果退休前5年平均年薪是8万，在该公司工作满20年，那么退休后就可以从该公司的 RPP 计划中每年拿到退休金为8万乘以 0.02 的系数乘以20年，等于 3.2 万加元。这笔收入将是保证终身领取的。如果雇主提供的是 DC 计划，退休后就可以拿到的退休金呢，是取决于工作时雇主和雇员一起供款的多少，以及这些钱所产生的投资回报。所以根据投资收益，退休拿到的金额是不固定的。这个也就是 DB 和 DC 的最大区别，即 DC 由雇员自己承担投资的风险，而 DB 投资的风险由雇主承担了。近些年，因为不愿意承担市场波动的风险，越来越多的公司将 DB 改成了 DC， 由雇员自己去承担投资的风险。说到这里，你也就明白了， RPP 是雇主和雇员共同供款的退休计划，而 RRSP 是纯个人供款的。RPP 的原理和 RRSP 是相似的，RPP 的供款和投资所产生的收入
只有等到退休取钱的时候才需要上税。关于额度的问题，因为没有 RPP 的加拿大人只能靠 RSP 来积累额外的退休金，为了公平起见，给 RPP 的供款额度其实是要占 RSP 的额度的。大家有时候在报税的 T4 表格上能够看到一个 Pension Adjustment 退休金调整的科目，这个就有可能是 RPP 的供款金额。当 PA 的金额报告给税局以后，你的 RSP 供款额度就会相应的降低。好，那么如果一个雇员离职以后 RPP 是怎么处理的呢？很多公司规定如果加入计划不满2年，因为各种原因雇员离开时，雇员仅可以获得自己的供款部分，不可获得雇主部分。2年以后即 vested 就可以全额支配，这个叫做 cliff vesting， 就是雇主设定一个时间门槛，过了这个时间雇员才能够拿走雇主供款，否则只能拿走自己的供款。那么还有一种叫 immediate vesting， 顾名思义呢，就是不管雇员什么时候离职，都可以拿走雇主和自己的所有供款。这个规定可以说是最有利于雇员的计划。还有一种叫做 graded vesting， 这个就是说可以逐步获得雇主的供款，例如每年可以多获得累计雇主供款的 20%， 也就是说第1年获得 20% 雇主部分，第2年获得 40%， 以此类推，直到第5年获得 100% 的雇主供款。最后要指出的是，当雇员离开公司时，在这家的 RPP 处理通常有3种选择。第一呢，是将 RPP 留在原公司；第二，将 RPP 并入新的雇主的 RPP；第3种就是通常的做法，将钱转入 Locked-in Retirement Account (LIRA) 账户。55岁以后呢，就可以从这个账户中提取退休金了。以上就是关于 RPP 的简单介绍。每年1、2月份是税务规划和购买 RSP 的重要时间，所以下期视频内容将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RSP， 你所知道的和不知道的那些事儿。我们下次聊。